2011年和家人一起去了所谓时间胶囊的庞贝古城，惊叹到2000年前罗马人生活的如此繁华和兴旺。不但有商场、剧院、酒吧、旅店和妓院，还有发达的城市规划和下水道系统。而就在最近，听说马王堆汉墓被称为东方的庞贝古城，又听朋友说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有着极其精致的生活，便有了这一次的5月长沙行。特别开心，有发小愿意和我同行，但大家同一个反应就是长沙在哪里？在长沙可以干什么？那我们就打开地图，看看长沙到底在哪里。长沙几乎是在中国的中间，长江的以南，有山有水，不论是在楚国还是现在，都是一个大粮仓。因为地理居中，所以从全国各地飞来都不是太远。到了长沙，便要去湖南省博物馆，去看看东方睡美人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是如何生活的。湖南省博物馆做了一个很好的微信公众号，关注后不但可以提供基本的参观信息，还可以预约门票来免去门口的排队。参观的时候记得带上自己的耳机，就可以听到每一个展览的详细讲解。果然，辛追夫人的生活极其精致，不论是衣着、装扮、饰品、盛食物的器皿，都精致到难以想象是2000多年前的生活。可能是听得太入迷了，又是和朋友合一对耳机，唯一拍下的照片就是辛追夫人的一双真丝袜子，其他的照片都是在此之后湘江人民的生活写照。可能是因为物产纷扰，也有可能是主要展现的是富贵人家的生活，很多展品都显得格外的可爱和开心。对我来说，最感兴趣的就是和食物有关的展品，从各种形制的锅碗瓢盆，尤其是那些精致的漆器，到又卫生又讲究的分餐而食的器皿，当然还有精美的酒器，还有火锅、烧烤炉。所以热爱美食是长沙这个鱼米之乡的传统文化。饱了眼福，肚子却饿了，去看看现在的长沙人爱吃一些什么。要领略长沙小吃，就可以去坡子街、太平街或者冬瓜山。因为旅馆选在5·1广场附近的尼伊阁罗酒店，所以就近去了坡子街。必须要指出，长沙比我想象中的要繁华好多，尤其是因为在市中心，真的是高楼林立，歌舞升平。到了坡子街的时候，也恰巧夜幕降临。长沙人爱吃宵夜，所以越晚越热闹。坡子街比我想象中的要大，因为它是好几条街形成的一个小区域。据说到了长沙，每位美女都要来喝一杯茶颜悦色。据说幽兰拿铁位居第一，先吃上面的果仁，再吃奶油，再喝下面的奶茶。我们喜欢清淡一点的，就要了生生乌龙，是蜜桃配乌龙茶，味道蛮清淡的。茶颜悦色的分店很多，但比茶店更多的就是臭豆腐店。罗记臭豆腐是网红，又是队伍最长的。江南的臭豆腐是金黄色的，第一次看到么么哈个黑色的臭豆腐，好在吃的人多，闻上去又香，还有很丰富的浇头，就来了一碗。虽然炸得很脆，但是臭豆腐的皮很薄，所以不硬，而里面的豆腐很嫩很稀，空间特别大，吸满了又酸又辣又甜的酱汁，非常美味。成功的臭豆腐店都有自己绝密的卤汁配方，黑乎乎的卤汁里主要是有发酵了2年的香菇和冬菇，当然还有各种香料和陈年的老卤。据说这个卤汁是奇臭无比，然后再把新鲜的香干卤制半天，便有了奇香。
湖南还有一个腌制的美味，就是辣酱和辣椒酱。麦子发酵，小麦发酵磨成粉，这样太阳暴晒出来的就可以放1年时间，放1年。除了臭豆腐，湖南最多的小吃就是口味虾。那为什么长沙人把小龙虾叫做口味虾呢？本地人说，因为他们更注重又香又辣的口味。湘江边的口味虾馆特别多，据说当地人都去小馆子，但作为游客必须要来的就是文和友，因为它不但吃小龙虾，而且不但从装修到它的文化都在传播老长沙、老湖南的味道。杨梅汁、烤牛油、各种小龙虾都是这里的特色。口味虾的味道一定没有小店的好，但冲着它的装修还是肯定值得来一次的。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类似抽签的筒子，仔细研究后才发现它刻的都是当地的方言，比如说搓把子就是坑蒙拐骗。不知道当地人认为哪家的小龙虾最好吃，我们后来去了一家老虾酱，味道感觉更鲜美。在坡子街逛就会路过火宫店，除了坡子街小吃，还喜欢当地的一家餐馆，叫一盏灯，尤其是红烧的焖鸡太香了，猪油拌粉、麻辣鸡精都非常好吃。另外，长沙的最高楼 IFS 大楼里的香椿酒家味道也不错。长沙本地的年轻人特别爱吃烧烤，我们试了墨子烤肉，它的烤猪肉味道很特别，各种蘸料也特别香，但是大家都吃的烤蛤蜊其实不太好吃。这里的烤肉和韩国烤肉有所不同，一个是切的特别薄，还有就是它腌制的特别好，除了辣还有特别的香，层次丰富。到了长沙还有一件事就要嗦粉，这也是当地人最爱的早餐。可能有网红效应，也有可能那天我们太饿，洲际粉店实在美味。镜头拍的时候是下午3、4点去的，非常舒服。隔了一天早上去的，那就挤到不行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碗长沙嗦粉打败了我一直最爱的台湾牛肉面。底汤是用各种骨头加上老火熬出来的，非常鲜。红烧牛肉的浇头不但味道好，而且肥瘦居中，口感很滑，配合着各种香料香，大块大块的牛肉好美味。润滑的米粉连着鲜美的汤汁，一口嗦，以为是完美了。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有个遗憾，其实厨房边上有一堆免费的浇头，剁椒、酸豆角还有榨菜需要浇在面头上，合在一起吃才是正宗。我想就留个理由再去长沙吧。必须要说，这次最难忘的一顿饭是在双峰县吃的。双峰县是曾国藩的故居所在，车程约2小时到长沙，只能说新鲜、美味、无敌，还有开心热情的当地人。我上海来的，上海来的，哎，这么远，哎，专门来吃你这里藕煎，我从来没吃过，第一次。很好吃的，我们这里都是自己家里种的菜。对。那个生姜放点啤酒，去腥味的。生姜、啤酒，对，盐，等下就放过里面鸡，还要腌一下。要腌多久啊？几分钟就可以。农家菜吃的是新鲜，老板蒸的这个土鸡实在是太美味了。厨房里放着各种辣椒和剁椒，辣的程度是不同的。因为我们吃辣的水平比较低，所以老板还用了腌制的辣椒，比较不辣。趁这个机会，我想说，湖南菜虽然辣，但它还有各种层次的香，这个是我在之前的湖南餐馆里没有尝到的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老板开火开始炒菜，就几分钟，所有的菜就一起上了，点了好几盘素菜，一份比一份好吃。第一次吃油炸的鳝鱼，卷起来有点怕人，新鲜的南瓜叶也是第一次吃，当地特色的藕尖又脆又嫩，非常爽口。酒足饭饱，现在来说玩，从中了解长沙的人和文化。湘江边上的长沙还有一个后花园，就是岳麓山。爬到半山腰，便有赫赫有名的爱晚亭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，便出于此。我们从南门一路走上山，正好消化，可以继续吃，然后坐索道从东大门出山。岳麓山里有一个千年学府岳麓书院。岳麓山的岳字以前写成五岳，就是山脉的岳字，现在通假都写成岳飞的岳。岳麓书院是赫赫有名的4大书院之一，自宋朝以来就有太多的名人在这里求学。特别欣喜的是，听说湖南大学也参与了出资修复。湖南大学的哲学、文学、历史系学生还有在这里上课。山清水秀，学风严谨，好羡慕湖南大学的学生啊！特别提醒一下，如果可以，尽量一大早去，因为人实在是很多。前几年追过一部连续剧《长沙保卫战》，因为被其人物而感动，就去看了一下长沙会战的历史。这才知道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，才战胜了日本军队。也是2战中环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场胜利，难怪一直流传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，无湘不成军，特别厉害。既然提起了湘军，又是在湖南，兴情所致，我们就驱车2小时南下，到了曾国藩的故居傅后堂。一入西门，便被好大一片的半月形荷花田所吸引。前面是水，后面是山，可谓是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。步入和府内，顿感宽阔、平坦、康庄。整个宅子中轴对称，方方正正，大气而内敛。宅子里的匾额、楹联众多，或楷或篆，字字真言，还透着一股既胸怀天下，又看透人生的豪迈之气。傅后堂最珍贵的就是它的30多万卷藏书，我想这也是增加子子孙孙长盛不衰的原因吧。忧愁也是一生，快乐也是一生，何必用忧愁呢？同样，去傅后堂也要早，等到10点多离开的时候，游客就越来越多了。离开傅后堂再驱车15分钟。虽然现在的路况不是很好，但是必须要去曾国藩的出生地白玉堂。白玉堂是曾国藩的爷爷1808年修建的，1811年，曾国藩在这里出生，3年之后曾国藩在这里出生。这里这个柱子啊和这个门看来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府中财源一片。在曾国藩的思想里，非常喜欢白玉堂的这位讲解员陈师傅，曾经是白玉堂的保安，住在这里几十年。我觉得他已经是白玉堂的一部分，有特别多的故事。因为路况不好，来的人很少，我们特别幸运。官帽，清朝用金条的那种官帽，这条弯弯曲曲的路啊，风水里面叫玉带成腰。又是风水宝地，又是没有人，好喜欢白玉堂，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那么多菜籽打出来能熬多少油啊？都要有几百斤油吧。几百斤油。你们是哪里人？我从上海来的。上海来的。你们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？坐飞机。坐飞机。就这样结束了我的长沙行。这里不但有红火的辣椒，还有红红火火性格的人，热情爽快。每天都热闹到半夜的夜市就告诉我，这个城市还有生活。因为还有生活，不至于忙到天昏地暗，所以才有创意无限的湖南卫视吧。
看湖南的历史文化也令人敬佩。我问长沙人如何来定义自己的特色，得到的是吃得苦、霸得蛮、不怕死、耐得烦的骡子精神。湖南省博物馆里有祝允明的《岳阳楼记》，苍劲而豪迈，好一个爽字，这就是长沙人吧。